为了速战速决，叶晨并没有立刻将那木盒打开，他只是用灵气在其中扫视一番，便立刻感觉到了其中摆放的2件事物。一件是一本厚重的书籍，叶晨猜测这应该就是九玄经序的影印版。另一件则是一尊金属制作的类似佛塔一样的事物。确定了东西没问题，叶晨下意识便想收回神识，赶紧带着东西离开周家庄园。可是当叶晨的灵气从佛塔一扫而过的那一瞬间，佛塔仿佛也察觉到了他的存在。紧接着，叶晨感觉自己的灵气毫无征兆地被那佛塔强行吸引过去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因为自己那一分灵气是用神识操纵，等于神识的一种无形延伸，所以当灵气被佛塔吸过去的那一刻，连带着还从自己的灵海里强行带走了一缕神识。这一瞬间，叶晨感觉自己眼前的世界仿佛一片混沌，目光所及之处一片灰暗，只是在正前方有一股朦胧的光线，而这片混沌之中没有任何事物，就仿佛一场灰色的浓雾，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紧接着，叶晨感觉面前轰隆声大作，就连地面都在不断震动。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大地忽然间裂开数道裂隙，裂隙之中迸射出夺目金光。这一刻，叶晨周遭的世界一片地动山摇，而令他不可置信的是，一幢金色的四方宝塔竟然从裂缝之中破土而出。这幢金色宝塔通体泛着金色光芒，随着露出地面的部分越多，金色光芒也就越发耀眼。叶晨从俯视塔尖开始，看着那宝塔越来越高，甚至高到站在宝塔脚下仰望，塔尖再也看不到。这四方宝塔雄壮威严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就在叶晨惊诧不已的时候，那宝塔2扇金色大门自内向外打开，开门之处金光耀眼，根本看不清里面究竟是何景象。叶晨也分辨不出自己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双腿已经开始不受控地向着那大门迈出。越是靠近宝塔大门，那金光就愈发刺眼夺目。叶晨只感觉眼前强光比正午时分直视太阳还要更胜几分。可他万没想到，当他真正走入宝塔内部的时候，眼前的金光竟戛然而止。他的眼前瞬间一黑，紧接着他看到一处空旷之地上，成千上万的僧侣正在盘坐诵经，而在他们正前方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，无数古人工匠正在搭建一座四方宝塔。为首的僧人盘坐在木质的高台之上，身披金色袈裟。叶晨见这四方宝塔有几分眼熟，又有几分眼生，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可一时间又想不起究竟是哪里看着熟悉。而这时，面前画面忽然快速从这处工地离开，从皇城上方掠过。叶晨俯瞰这座城市，结合曾经学过的历史以及看过的史书资料，忽然间恍然大悟，此时眼前的城市竟是1000多年前的盛唐长安。也是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刚才看到的那座四方宝塔应该就是长安现如今的名胜古迹大雁塔，而自己看到的是大雁塔正在建造时的样子。之所以看它有几分眼熟又有几分眼生，想来也是因为大雁塔在建成之后又数次改建，面貌、特征，甚至大雁塔自身的层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而且大雁塔的多次改建都是几百上千年前的事情，人们只看到了大雁塔5次大改之后流传至今的样子，没人知道它最初的模样，所以叶晨才会有那种似曾相识却又不敢确认的感觉。叶晨不禁喃喃道，如此说来，我刚才见到的那位高僧便是大名鼎鼎的唐僧唐玄奘。正如是想着，画面已经掠过繁华的长安城，来到长安城外南部一座青山的道观之中。从地形上，叶晨认出此地乃是终南山北路，而道观山门上宗圣观3个大字让他立刻认出此地便是有天下第一福地之称，道教的圣地楼观台。楼观台乃道教的发祥之地，也是相传道家创始人老子当年讲经传道的地方。在唐代，道教被李渊追捧，将这里命名为宗圣观。此时的画面中，一众穿着青衫、留着长发、扎着发髻、
骨骼清瘦的道士，正在宗圣观一处平台之上集体盘坐，正在虚空打着整齐划一的手印，十分虔诚与专注。叶晨一眼就看出，他们无一例外全是掌握灵气的修士，而他们打出的每一个手印都蕴含着澎湃的灵气，似乎是在一同协作完成某种庞大的阵法。更神奇的是，在这些道士的面前，一尊用纯金打造的四方宝幢悬浮于半空之中，缓缓自转。这尊四方宝幢正是方才那木盒子里装着的那尊。这些道士打出的手印，无一例外全都没入宝幢之中。随着他们用灵气与阵法的不断加持，四方宝幢也金光大盛，与几十里开外的大雁塔相互辉映。此时，为首的道人开口道：“待吾辈将这宝幢阵法完成，玄奘法师将宝塔建成并加持开光，这两者相辅相成，可保大唐社稷兴盛800载。诸位师兄弟为此耗费毕生功力，也算是为我大唐百姓鞠躬尽瘁了。”一众道士表情虔诚无比，齐声道：“吾等唯愿大唐江山永固，国运昌盛，黎民安康。”叶晨心中更是骇然，没想到四方宝幢就是这些得道修士共同协力打造，更没想到这些道士打造加持的四方宝幢，与玄奘法师主持建造的大雁塔，竟是相辅相成，保护大唐江山社稷的国之重器。可是他心里不由暗忖，既然这一大一小两件事物都是高僧与高道凝聚心血而成的法器，为何唐朝却没能如那道士所说兴盛800载，甚至唐朝的寿命甚至还不到300年？就在叶晨心中诧异的时候，他忽然想到，刚才自己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大雁塔，是因为大雁塔后来经过了几次改建，据说单单是唐朝就改过3个版本。莫非是因为改动破坏了大雁塔与四方宝幢共同构建的风水局？疑惑间，叶晨感觉眼前的景象正如退潮时的潮水般渐渐退去，自己的神识又逐渐退回到了那座拔地而起的宝塔之中。可宝塔也并未挽留自己的神识，他将自己那一缕神识推出大门，而后便将大门紧闭，整座宝塔一点点坍缩回了地下，周遭的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一片混沌。而叶晨并未注意到，宝塔在坍缩回到地下的那一刻，同样留下了一缕神识，而这一缕神识竟直接没入叶晨那一缕神识之中，在他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与他的神识融为了一体。